停火了，油价崩了 17%。按照教科书的逻辑，黄金应该暴跌，但它涨了 3%。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为什么你学过的那套避险资产理论可能已经过时了。过去40天战争打响，黄金跌了，现在停战了，黄金反而涨了。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说明了一个很多人还没意识到的变化：黄金的游戏规则变了。等下我会告诉你到底是什么在真正驱动金价，但最疯狂的是，连德国最大的商品银行都承认，他们的模型也解释不了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，我是浩哥的数字分身。浩哥是浩投资的创始人，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。他忙着帮客户做投资管理的时候，我负责每天帮你梳理全球经营圈最值得关注的事情。好，先说背景。4月8日，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达成了2周停火协议。特朗普同意暂停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轰炸计划，伊朗同意在这2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。这个海峡承载了全球 20% 的石油供应。从2月底开战以来，一直处于半封锁状态，市场反应非常剧烈，油价当天暴跌超过 15%。WTI 原油跌到了96美元一桶，布伦特原油跌到了大约94美元，这是开战以来油价第一次跌破100美元。全球股市暴涨，日本日经指数涨了 5%， 韩国 KOSPI 涨了 6%， 触发了交易暂停机制。欧洲也一样，德国 DAX 涨了将近 5%。 按照传统逻辑，这种时候黄金应该跌，风险解除了，避险需求下降了，资金应该从黄金流向股票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，现货黄金当天涨了 2.5%， 冲到了4820美元一盎司。白银更夸张，涨了 7%， 冲到了77美元。这就有意思了，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。如果你把过去40天的行情串起来看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规律。2月底战争爆发，按理说黄金应该暴涨，但它跌了，现在停战了。按理说黄金应该跌，但它涨了。这两件事合在一起，指向一个结论：地缘政治已经不是金价的主要驱动力了。那真正驱动金价的是什么？答案其实就在油价和利率里面。想了解世界黄金协会、白银协会这些权威机构的报告怎么看，我们频道会定期做中文深度解读。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些深度解读，点一下订阅，不错过任何一期。好，我们进入今天最核心的部分。德国商业银行的商品分析师 Carsten Fritsch 在停火当天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。他说，黄金在地缘局势缓和的时候涨价，说明它已经不是一个典型的避险资产了。那它变成了什么？把逻辑链拆开来看，停火冲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，油价暴跌，通胀预期下降，市场开始重新定价。利率之前大家都在担心美联储可能被迫加息，现在这个恐惧消退了，债券收益率下跌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降低，资金流入黄金。换句话说，黄金今天涨不是因为避险，而是因为利率预期。这就是过去几年金价驱动力的一个根本性转变。2022年到2025年，央行购金是最大的推手，但从2026年开战以来，利率预期变成了短期内最关键的变量。战争推高油价，通胀飙升，利率预期上升，黄金承压；停战压低油价，通胀缓解，正利率预期下降，黄金走强。所以不是黄金失灵了，而是它回应的不是战争本身，而是战争带来的第二级效应，通胀和利率。但真正让人着迷的是，这不是全部的故事。如果黄金只是跟着利率走，那停火当天它应该涨，但不应该比股票涨得多，对吧？毕竟股票也在暴涨。但一个细节暴露了市场的真实想法。CNBC 报道指出，即使全球股市暴涨，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在下跌，资金同时流入了股票和黄金和国债，这非常罕见。
通常在风险偏好回升的时候，资金会离开避险资产去追逐风险资产，但这次没有。分析师的解释是，投资者在庆祝停火的同时，并不相信这是一个持久的和平。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的金融市场策略主管 Martin Wetton 说了一句很直白的话，大意是这意味着人们真的在冒新的风险吗？并没有，除非真正实现持久和平，否则什么都不会改变。eToro 的分析师 Xavier Wang 甚至开了个玩笑，他说市场上有一个新的交易策略叫 TACO， 大意是特朗普总是改主意，投资者已经见过太多次最后一刻的反转了，所以没有人真的把2周停火当作最终结果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黄金在好消息面前也能涨，因为市场的底层焦虑并没有消失。接下来这个数据可能会改变你对这次停火的看法。国际能源署署长 Fatih Birol 在停火后指出，中东地区大约75个能源设施在这场战争中遭到了严重或非常严重的损坏。能源咨询公司 Rystad Energy 估计重建成本大约在250亿美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即使停火变成永久和平，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，油价也不会回到战前的70美元水平。受损的基础设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全修复，油价可能在90到100美元之间形成一个新的底部，而战前是70美元左右。换个角度说，这场战争可能已经永久性的抬高了全球的能源成本基准。对黄金来说，这意味着通胀的地板被抬高了，即使最好的情况发生，永久和平，通胀压力也不会完全消失。再加上一件事， BCI Research 的首席地缘策略师 Matt Gardkin 警告说，这场停火很可能不会持续。他的原话大意是，战斗很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重新爆发。如果不是这个月的话，特朗普可能暂时接受伊朗控制海峡，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快到了，油价太高，政治上撑不住。但选举之后，美国国家安全系统会要求一个更持久的解决方案。伊朗的10点方案要求美国全面撤军，解除所有制裁，承认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。美国的15点方案据报道要求伊朗交出浓缩铀，停止核项目，解散代理武装力量。这2个方案之间的鸿沟太大了，所以现在的局面是短期内油价下跌，利好黄金。但中期来看，战争重新爆发的风险，加上已经被永久抬高的能源成本，同样利好黄金。你看到了吗？无论停火成功还是失败，黄金都找到了上涨的理由。这就是为什么说旧的剧本已经失效了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信息。第一，黄金在停战消息下上涨，证明了地缘政治本身已经不是金价的主要驱动力，利率预期才是。第二，市场同时买入股票和黄金，说明投资者并不相信这次停火能持久，底层焦虑依然存在。第三，即使和平真的实现，被战争抬高的能源成本基准也不会回到从前，通胀的地板被永久性的抬高了。这3件事合在一起，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华尔街机构，高盛、摩根大通、富国银行在金价修正了 15% 之后，依然维持5000到6000美元以上的目标价。我们频道会持续追踪这些权威机构的最新报告和数据。想看懂金银市场背后的真实逻辑，点一下订阅，让复杂的东西变简单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这次停火能撑过2周吗？如果停火破裂，金价会怎么走？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有价值，给我点个赞，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金银的人。我们下期见。最后提醒一下，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。我们下期见。